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废物赘婿，不，我是国之利刃。当豪门未婚妻和岳父羞辱我的那一刻，他们不会想到，这个残废的背后隐藏着一支精锐特种部队和数十亿资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站在邻家豪宅的阳台上，清晨的阳光洒满整个花园，却照不到我心里的阴暗。今天是我和苏瑶订婚1周年纪念日，但整个林家没有一个人记得。林战，你这个废物，还不去帮佣人收拾花园？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是苏瑶，我的未婚妻，林氏集团董事长林天豪的掌上明珠。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，精致的妆容下是一张冰冷的脸。你没看见我的腿不方便吗？我指了指右腿。2年前，那场任务中的爆炸给了我这个残废的名号。残废就该有残废的自觉。你以为我爸为什么收留你？不过是看在你父亲曾经救过他的份上。苏瑶翻了个白眼。再过2个月，我和周少的婚礼就要举行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从林家滚出去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2个月前，苏瑶和林天豪当着我的面撕毁了我们的婚约，原因很简单，一个残废配不上林家的千金小姐，而周玉，那个商界新贵，成了林家的新选择。对了，周少今天会来家里做客，你最好别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丢人现眼。苏瑶丢下这句话，扭着腰离开了。我继续望着远处的山峦，没人知道，那片山下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军工厂，是我暗中控制的资产之一。作为特种部队龙刃小队的前队长，我的身份和背景只有国家最高层的几个人知道。2年前那场任务，我带队成功摧毁了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核心基地，却被误认为牺牲。上级给了我一个选择，以残废的身份回到普通生活，暗中继续为国家工作。我选择了回到故乡，成为林家的一个赘婿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王铁发来的消息：老大，龙刃小队全员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随时听候命令。我回复：继续监视周氏集团，收集更多证据。周玉表面上是商业奇才，实际上却是一个洗钱集团的核心人物。他接近林家的目的绝非简单。正思考着，楼下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周玉带着他的随从到了，林天豪和苏瑶热情地迎了出去。周少，您能看上我们家瑶瑶，真是林家的福气啊！林天豪满脸堆笑。周玉一身高定西装，手腕上的百达翡丽价值连城。他搂着苏瑶的腰，目光却扫向了站在2楼的我。这不是传说中的残废赘婿吗？怎么还住在林家？他的声音充满了轻蔑。苏瑶尴尬地笑了笑，他马上就要搬出去了，别在意。我慢慢走下楼梯，故意让右腿显得有些不便。林先生，好久不见。我向林天豪点头致意。林天豪皱了皱眉，没有理会我的问候。周玉走上前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听说你以前是个兵，可惜成了废人，不过别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苏瑶的。我深深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应。在我眼中，他的一切活动都清晰可见，频繁的国际电话，可疑的资金流动，以及与几个国际制裁名单上的人物来往的记录。周少，我们去书房聊吧，有些合作项目想和您讨论。林天豪打破了沉默。他们离开后，大厅只剩下我和几个佣人。一个年长的佣人悄悄递给我一杯水。林少爷，您的药，他小声说道。我接过药片，
这是我伪装用的道具之一。谢谢张妈，你最近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是听说林小姐要和周先生结婚了，大家都很担心。那周先生看着不像好人啊。张妈压低声音说：“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我安慰道。张妈走后，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了一个特殊的应用，屏幕上显示着林家别墅的安全系统图像，以及书房里的实时画面。林天豪和周玉正在谈话，周玉的表情很是得意。林叔叔，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您签字，林氏集团的控股权就转移到我的公司名下，我保证会给您留一个体面的位置。这不合适吧？林氏集团是我一手创建的。林天豪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。林叔叔，您别忘了那笔债务，如果不签这个合同，恐怕您不仅要失去公司，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周玉的语气带着威胁。我冷笑一声，关闭了手机。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林天豪有把柄在周玉手上，而周玉的目标从来不是苏瑶，而是林氏集团的产业。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锁上门，拨通了王铁的电话，启动计划第一阶段，龙刃小队即刻行动。挂断电话，我看向窗外，夕阳将天空染成血红色，是时候让这场游戏开始了。晚饭时间，餐厅气氛诡异的安静。苏瑶和周玉坐在一起，不时相视而笑。林天豪脸色凝重，眼神游移。我坐在角落，几乎被所有人忽略。林伯父，我听说林氏集团最近接到了一个大订单。周玉状似随意地问道。林天豪一愣，什么订单？我不知道啊。周玉脸色微变，就是那个国防工程的配套项目，据说价值10几亿。我低头吃饭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这个订单是我通过军方关系给林氏集团争取的，但指定的负责人是我而非林天豪。爸，你连这么大的项目都不知道吗？苏瑶不满地问。林天豪尴尬地笑了笑，最近事情太多，可能是秘书还没来得及汇报。周玉眯起眼睛，目光落在了我身上。林战，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。我抬头，平静地与他对视。我只是个残废，公司的事情与我无关。但我听说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指明要的是你。周玉的语气变得咄咄逼人。餐桌上一片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。林天豪猛地站起来，这不可能，林战什么都不懂，怎么能负责如此重要的项目？我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。林叔叔，我虽然腿脚不便，但在部队时学过工程管理，这个项目我能胜任。荒谬！林天豪拍桌而起，我绝不会让一个废物来管理我公司的核心项目。我没有生气，只是平静地说，项目方已经决定了，如果换人，项目就取消。周玉的脸色变得铁青。林伯父，这件事需要好好调查一下。苏瑶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贿赂了谁？我站起身，右腿似乎有些不便。我明天需要去公司报道，晚上就不多打扰了。走出餐厅，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争吵声。回到房间，我取下右腿上的特制绑带，活动了一下筋骨。手机响起，屏幕上显示龙一的名字。老大，周氏集团的资金流向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，他们确实在为境外组织洗钱，金额超过30亿。很好，把证据整理好，随时准备移交给安全部门。挂断电话，我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林氏集团的内部系统在我面前一览无余。过去2年，
我暗中在公司埋下了不少自己的人，现在是收网的时候了。敲门声响起，我迅速恢复了残废的状态。谁？是我，爸爸。苏瑶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我打开门，苏瑶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笑容。林战，我想和你谈谈，那个国防项目真的很重要吗？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温柔。10几亿的订单对林氏集团的意义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我靠在门框上说道。苏瑶走进房间，环顾四周。你的房间比我想象的整洁。他停顿了一下。林战，也许我之前对你有些误解，如果你能帮我们保住这个项目，我们可以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。我忍不住笑了。苏瑶，你是想说，如果项目有价值，我这个残废也变得有价值了？他脸色微变，但很快又挤出一丝微笑。别这么说，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彼此。我摇摇头，太晚了。2个月前你和林叔叔撕毁婚约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今天。苏瑶的脸色渐渐冷了下来。林战，别太得意，没有我们林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个项目，我和周少会盯着的。他转身离开，留下一阵香水味。我关上门，拨通了王铁的电话，加快进度。明天我要在董事会上亮牌。第2天早上，林氏集团总部大楼，我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拄着一根拐杖出现在董事会议室门口。所有董事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林天豪和周玉已经在里面，看到我时，2人的脸色同时变得难看。林战，这是董事会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林天豪沉声道。我微笑着走进会议室。林叔叔，作为国防项目的负责人，我有权参加这次会议。周玉冷笑，一个残废也配负责如此重要的项目？我没有理会他，走到主席台前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。各位董事，我今天来是要通报2件事。第一，国防工程配套项目已经确定由我全权负责，合同我已经签署。董事们交头接耳，显然对这个消息既惊讶又兴奋。第二，关于周先生提出的收购方案，我有不同意见。周玉猛地站起来，你没有资格干涉这件事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作为林氏集团的股东，我有权发表意见。股东？林天豪惊讶地看着我，你什么时候成了股东？我示意秘书分发另一叠文件。林叔叔，这是您2年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，当时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您以5%的股份换取了我的注资3亿元。林天豪瞪大眼睛，显然不记得这件事。周玉咬牙切齿，就算你有5%的股份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我微笑着继续说，不只是5%。我拿出第3份文件，过去2年，我陆续从其他小股东手中收购了股份，现在我持有林氏集团30%的股权，是第2大股东。会议室里一片哗然，林天豪脸色铁青，这不可能。我看着所有人震惊的表情，心中一片平静。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反击。各位董事，我提议对周氏集团的收购方案进行重新评估。据我所知，周氏集团近期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，不适合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。周玉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你胡说，周氏集团的实力有目共睹。我打开投影仪，一组财务数据呈现在屏幕上，这是周氏集团最近3年的真实财务状况。各位可以看到，他们的负债率已经超过80%，
几乎处于破产边缘。周玉脸色煞白，冲向我：“你从哪里弄到这些数据的？”我躲开他的攻击，故意让自己摔倒在地，右腿看似扭伤。保安立即冲进来制止了周玉。“周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行为！”林天豪厉声喝道。虽然他对我的身份也充满疑惑，董事会在一片混乱中结束，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。周氏集团的真面目被揭露，收购计划被迫暂停。走出会议室，我对王铁说：“准备第3阶段。”会议结束后的3天，林家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平静。林天豪对我的态度明显软化，尽管他仍然充满疑问。苏瑶则变得若即若离，时而冷漠，时而热情，而周玉则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，没有再出现在林家。表面的平静下，暗流汹涌。我坐在花园的长椅上，看着远处的山峦。王铁的情报显示，周玉正在紧急联系他背后的金主，试图挽救他岌岌可危的商业帝国。临战，苏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我没有回头。有事。他在我身边坐下，穿着一身休闲装，看起来比平时亲和许多。你这2年一直在暗中收购公司股份，为什么？他问。就算你成为大股东，也不能改变你的身体状况。我终于转过头看他，有些事情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困惑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不一样？我一直都是我，只是你们从来没有真正看见过我。苏瑶沉默了一会儿。临战，我爸告诉我，他要邀请你回主屋住。之前的事情，我们都很抱歉。我笑了笑。不必了，我习惯了现在的住处。你恨我吗？他突然问道。我看着远方，谈不上恨，只是失望。苏瑶的眼中闪过一丝悔意，但很快又被掩盖。周玉他联系你了吗？没有，我平静地说。不过我想，他很快会有行动。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，起身离开。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当晚，我接到王铁的紧急电话。老大，不好了！周玉联系了黑蝎组织，他们打算对林天豪下手。黑蝎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国际犯罪组织，专门为富豪们解决麻烦。具体计划，明天林天豪要去郊外的高尔夫球场，他们会在那里动手。我立即起身，准备行动。龙刃小队全员待命，明天跟我一起行动。4日清晨，林天豪的车队准备出发。我走到他面前。林叔叔，今天我想和您一起去打高尔夫，可以吗？林天豪有些惊讶。你的腿不碍事，我可以在旁边看看。林天豪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。那好吧。车队行驶在通往高尔夫球场的山路上，我坐在副驾驶位置，时刻关注周围的动静。突然，前方出现了一个路障，停车！我大喊，但已经晚了。一群蒙面人从路边冲出，手持武器包围了车队。都不要动！为首的蒙面人喊道。林天豪惊恐地看着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绑架！我低声说。别担心，一切有我。蒙面人拉开车门，粗暴地将我们拽出车外。林天豪，好久不见！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。周玉摘下面罩，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。想不到吧？我会以这种方式和你再会。林天豪面色苍白。周玉，你疯了！绑架是重罪。周玉狞笑。重罪？我已经无路可退了，都是因为他。他指着我，眼中充满恨意。如果不是他揭露了我的财务状况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我冷静地看着他。周玉，你的问题
不是我造成的，而是你多年来的非法活动累积的结果。闭嘴！周玉掏出一把手枪，对准我的头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林战。我一直在想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能查到那些连我自己都保密的资料？林天豪惊恐地看着这一幕。周玉，有话好说，别冲动。周玉冷笑：林伯父，您就别装好人了，您欠下的那些赌债可不是小数目。别担心，我不会杀您，只要您把公司控制权转给我，您和苏瑶都会安全。至于这个残废，周玉把枪口对准我的腿，我要先让他真正成为废人。就在他扣动扳机的瞬间，我迅速侧身，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。什么？周玉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。我站直身体，右腿不再有任何不便的迹象。周玉，游戏结束了。周玉的手下立即举枪瞄准我，但还没等他们开枪，周围的树丛中突然冲出10几名全副武装的特种兵，正是龙刃小队的成员。放下武器，趴下！王铁大喊。周玉的手下不敢反抗，纷纷丢下武器投降。周玉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走到他面前，林战，特种部队龙刃小队队长，国家安全部特别行动组组长。林天豪震惊地看着我，林战，你一直在伪装。我点点头，林叔叔，我接受这次任务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您。我们早就怀疑周玉背后的组织想要控制林氏集团，利用你们的资源进行国际洗钱活动。周玉被王铁按在地上，脸色煞白。你早就知道一切，从我踏入林家的第一天起，就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。我冷静地说，你的每一笔交易，每一个电话，我们都掌握得一清二楚。林天豪的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天啊，这一切，我竟然被蒙在鼓里这么久。林叔叔，回去后我会向您详细解释。现在，请跟我的同事回安全地点，这里交给我们处理。林天豪被安全护送离开，而周玉和他的手下则被龙刃小队控制住。周玉眼中充满了恨意和不甘。林战，你不会得逞的，我背后的人不会放过你。我俯下身，在他耳边低语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后的人是谁吗？告诉廖振明，他的游戏到此为止了。周玉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没有回答，起身离开，把他们全部带走，移交给安全部门。王铁走到我身边，老大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回林家，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林家大宅一片寂静。当我走进客厅时，林天豪、苏瑶以及林家的其他核心成员都在等待。苏瑶的眼睛红肿，显然已经哭过。林天豪则肃穆地坐在主位上，表情复杂。林战，或者我该称呼你为林队长。林天豪的声音有些沙哑。我环顾四周，将拐杖放在一旁，站得笔直，两个都可以。在这里，我既是林战，也是特别行动组的负责人。苏瑶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的腿一直都没有问题？从来没有。我平静地回答。林天豪深吸一口气，2年前你突然出现，要求与瑶瑶订婚。当时我以为是看在我和你父亲的交情上，没想到一切都是任务安排。我走到窗前，看着远处的山峦，不全是。我父亲确实托付您照顾我，这点是真的。但我接受与苏瑶订婚，确实有任务的成分。什么任务？林天豪追问。保护林氏集团，防止他落入不法分子手中。
我转身面对他们，林叔叔，您或许不知道，林氏集团的某些技术和资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。当我们发现有国际组织试图通过商业手段控制林氏时，我接受了这个任务。林天豪脸色阴晴不定。所以，周玉，他真的是犯罪组织的人，不只是周玉。我拿出一个平板电脑，显示了一系列照片和文件。过去3年，至少有7个像周玉这样的人接近过林氏集团，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控制权。您的那些所谓的赌债，也是他们设计的陷阱。林天豪瘫坐在沙发上。天啊！我竟然差点把家族产业送给这些人。苏瑶终于开口：那我们的婚约？我看着他，眼神平静。任务需要我以家人的身份进入林家，成为内部人。订婚是最便捷的方式。苏瑶的眼中闪过一丝受伤。所以你从来没有对你有感情？我接过他的话，轻轻摇头。起初确实只是任务，但相处久了，我确实对你产生了一些真实的感情。那为什么你一直忍受我的羞辱和冷漠？苏瑶声音颤抖。因为那是我的伪装的一部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作为一个残废的赘婿，受到歧视是最合理的，这让我能更好地隐藏身份，执行任务。林天豪咳嗽了一声。林战，周玉已经被抓了，你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？我点点头，主要目标已经达成，但还有一些善后工作需要处理。那么你会留下来吗？苏瑶轻声问道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我需要向上级汇报，看接下来会有什么安排。这时，管家匆匆走进来。老爷，门外有人求见林战先生。我皱起眉头。谁？他说他是王铁。我点点头，让他进来。王铁快步走进客厅，向我敬了个军礼。老大，上级来电，廖振明已经落网，整个组织的核心成员都被一网打尽。林天豪和苏瑶不解地看着我。廖振明是谁？林天豪问道。国际洗钱组织黑手的头目，也是周玉的幕后老板。我解释道，他一直想控制林氏集团的军工项目，利用你们的技术为恐怖组织提供武器。王铁继续汇报。老大，上级命令您即刻归队，有新任务。我点点头，明白了，我马上准备。林天豪站起来。林战，你要走？是的，林叔叔，新的任务已经在等我了。苏瑶突然上前一步，带我一起走。我惊讶地看着他。什么？我不想失去你。苏瑶的眼中噙着泪水。这2年我对你那么差，你却默默保护着我们。林战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心中泛起一丝波澜，但很快又归于平静。苏瑶，你不明白我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，那里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，不适合你。我可以学，我可以改变。他急切地说。林天豪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林战，我知道我们林家亏欠你太多，但如果可能，我希望你能考虑留下来。林氏集团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。我摇摇头。林叔叔，我的使命在别处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会确保林氏集团的安全。我转向王铁，准备车辆，半小时后出发。王铁点头离开。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开始收拾行李。门被轻轻敲响，苏瑶站在门外。可以进来吗？他小声问道。我点点头。他走进房间，环顾四周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感。2年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进入你的房间。他自嘲地笑了笑。以前我总觉得你的房间
一定凌乱不堪。现在看来是我太浅薄了。我继续收拾东西，没有接话。苏瑶走到我身边，你知道吗？在你揭露身份之前，我已经开始对你改观了。那天在董事会上看到你挺身而出保护公司，我第一次觉得，也许我一直都错看了你。为时已晚，我平静地说。真的已经晚了吗？苏瑶的声音里带着哀求。我们不能重新开始吗？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身面对他。苏瑶，问问你自己，你喜欢的是现在的我，还是你想象中的我？他愣住了。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有能力、有地位的军人，而不再是那个残废的赘婿。我直视他的眼睛。如果我依然是那个废物，你会对我有这样的感情吗？苏瑶无言以对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我不怪你，我轻声说，人之常情，但这也说明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感情基础。我合上行李箱，拿起手机，我要走了，祝你幸福，苏瑶。他擦干眼泪，挺直腰板，临战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是真心的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有回答。客厅里，林天豪和家族的其他成员已经等候多时。临战，这是我们林家的感谢信。林天豪递给我一个信封，里面有一份文件，是林氏集团15%的股份，现在他们属于你了。我接过信封，谢谢林叔叔，但这不必要。不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林天豪坚持道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永远是林家的一员。我点点头，收下了信封。走出大门时，我看到整个林家的佣人都站在两旁，向我致敬。老管家张妈含着泪水上前，林少爷，一路平安。我感激地点点头，谢谢大家这些年的照顾。王铁的车已经等在门口，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生活了2年的豪宅，转身离去。车上，王铁问道：“老大，接下来去哪？”先去总部报道，然后看看新任务的详情。王铁笑了笑，我猜是国外任务。那位黑狐又活跃起来了。我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，思绪万千。2年的卧底生活，让我体验了普通人的生活，也让我看清了很多事情。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加密号码。林队长，我是陈部长，新任务已经准备好了，但在此之前，有一件私事想跟你谈。什么事？陈部长，关于林氏集团的事情，我们调查发现，林天豪并不知情，但林家确实有内鬼，一直在为廖振明提供情报。我心头一紧，是谁？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，是林家的大小姐苏瑶。我沉默了几秒，有确切证据吗？有，她的私人账户在过去2年收到了多笔不明来源的巨额资金，电子通讯记录显示，她与廖振明有直接联系。我明白了，我平静地说，我会处理。挂断电话，我看向窗外，心中一片冰冷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更大的骗局。苏瑶不仅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还一直在为敌人提供情报。他的悔改和真情，不过是为了探听更多情报罢了。掉头回林家，我对王铁说。王铁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但没有多问，立即调转车头，回到林家大宅。苏瑶正站在门口，似乎在等什么人。看到我的车，他先是一愣，然后脸上浮现出惊喜的表情。林战，你回来了。他快步走向我，我面无表情地下车。苏瑶，我们需要谈谈。察觉到我语气的异常，他的笑容逐渐消失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示意王铁和其他队员在外围警戒，
然后带着苏瑶进入一个无人的会客室，关上门，我直接问道：廖振明给了你多少钱？苏瑶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你在说什么？别装了，我冷声道。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与廖振明联系的所有证据，包括资金往来记录和通讯记录。苏瑶的表情由惊慌变为冷静，最后竟然笑了起来。真不愧是龙刃的队长，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他的语气和神态完全变了，不再是那个楚楚可怜的大小姐，而是一个冷酷的间谍。为什么？我问道。林家给了你一切，你为什么要背叛他们？苏瑶冷笑。给了我一切，林天豪不过是收养了我，从小就把我当作他商业帝国的棋子。你以为我会为这样的父亲忠心耿耿？收养？我惊讶地看着他。没错，我不是林家的亲生女儿，而是林天豪的合作伙伴意外身亡后收养的孤儿。苏瑶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，她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，只是把我当作维持家族形象的工具。我皱眉。所以你选择背叛？不，我选择为自己而活。他直视我的眼睛。廖振明给了我自由和财富，让我可以摆脱林家的控制，代价是出卖国家安全。我冷冷地问。苏瑶沉默了一会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林战，或者我该叫你龙刃。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，但在你逮捕我之前，我想知道一件事。什么？这2年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脆弱。我看着这个曾经朝夕相处的女人，心中复杂。有过，但那已经不重要了。苏瑶苦笑。至少你诚实。他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小型手枪，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别过来，我不会让你们抓到我的。苏瑶，别冲动。我慢慢向他靠近，放下枪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回旋？他嘲讽地笑了。你我都清楚，叛国罪的下场是什么？与其在监狱里度过余生，不如……我猛地扑上去。但已经晚了，枪声响起，苏瑶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王铁和队员们冲进来，看到这一幕，都愣住了。老大，王铁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蹲在苏瑶身边，感受着她逐渐消失的脉搏，通知医疗队，马上。但我知道，一切都已经太迟。苏瑶选择了自己的结局。也为这场隐藏了2年的游戏画上了句号。3天后，林氏集团总部，我穿着军装，站在董事会议室中央，向林天豪和其他董事会成员通报了调查结果。我继续望着远处的山峦，没人知道，那片山下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军工厂，是我暗中控制的资产之一。我林天豪看起来苍老了许多。谢谢你，林战。如果不是你，林氏集团可能已经落入敌人手中。我点点头。林叔叔，保重。离开林氏集团大楼，我看着这座曾经工作过的地方，感慨万千。王铁在车边等我。老大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出发，去新的战场。我问。是的，这次是国际任务，目标是黑湖的欧洲分支。我坐进车里，看了一眼窗外的城市。出发吧。车子驶入车流，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进。这一次，我不再是那个残废的赘婿，而是真正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